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啊，我的确是踩到了一枚地雷，不过呢，它还好是一枚模型地雷了。虽然我又是按照真家伙1:1的用3D 打印出来的，但这里面呢是没有炸药的，只有丰富的内购。我一会儿会拆开来给你们看看的。不过我得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我刚才的操作是不是有错误啊？如果踩到它之后不抬起脚来，想办法将它维持在踩下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像很多的影视剧里面演的那样，不会爆炸了呢？嘿嘿，想多了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地雷都会在踩下去的一瞬间就爆炸的，根本就不会给你任何钻空子的机会。它压着呢，那就是纯粹的戏剧效果罢了啊！武器上面要的不是吊着敌人的胃口，而是立竿见影的杀伤。比方说，这枚美军在1955年到1974年之间生产的 M14地雷，其引爆方式就是简单的踩上面这个压力板就够了。它具体呢是这么工作的啊，这个东西啊叫做保险插销。当它插在地雷的压力板上面的时候呢，就会限制压力板的向下动作。你看，等于是就从物理上起到了保险的作用嘛。所以在部署之前呢，是需要将它拉出来的，这样压力板就能够被压下去了。压下它所需要的力量呢，大约为9到16公斤。基本上只要是轻轻的踩上它，就能够激活它了。它的弹力啊，是由里面的这个叫做碟形弹簧的东西来提供的。哎，多说一句啊，这个碟形弹簧呢，虽然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是太熟悉的冷门弹簧，但是它的应用范围其实是挺广的，尤其是在这种空间较为局促的地方，更是其强项所在了。我们回到地雷上。虽然此时保险插销呢已经被拉掉了，但它暂时还不具有任何的威胁，因为你看啊，压力板上的箭头呢还指着 S 呢，S 代表 safe。此时踩下压力板，里面的机针并不会运动，所以你必须要将压力板的箭头转到 A。Armed 武装之后，它才算是真正的做好了准备。现在踩下压力板，机针下移，撞击安装在地雷中心的雷管，雷管起爆，引燃周围的炸药，于是地雷便瞬间化为火球了。虽然不是那么大的火球啊，毕竟它就这么大点个头嘛。M14呢，并不是为了把敌人给干掉，而只是为了让他们受伤。因为一个人受伤之后呢，势必会拖慢好几个人的步伐。你要去救援，你要去照顾，你可能还需要去搀扶着他撤退，这可比直接干掉一个人划算多了。虽然这么说呢，好像真的是挺没人性的。但是 M14本身呢，就是没啥人性啊。它通常会跟反坦克地雷配合使用，埋在反坦克地雷的周围，以避免敌人前去拆除。因为它是一枚塑料炸弹，浑身上下唯有这里面的这根雷管是金属的，所以扫雷器根本就探测不到它。你一不小心就会踩了上去，让拆雷变成踩雷了，很是狡诈啊！而且难扫除，也让它在战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更是让很多无辜平民的生活直接就变成了噩梦。统计显示啊，每隔15分钟，地球上某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个人踩到地雷。哎呀，武器这个东西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愿世界和平吧，愿这个玩意儿呢，就当个解压玩具来，是挺好的啊。这是一枚美军现役 M720 60毫米迫击炮炮弹，内装高爆炸药，可以通过爆炸后产生的碎片杀伤有生力量或者是对轻型装备造成破坏。其顶部装载的引信型号为 M734，是一个多选项引信，可以在4种模式里面呢随便切换，并且不需要在发射前扯掉保险。所以啊，这枚迫击炮炮弹连同它的引信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模型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是的，它当然是个模型啦，虽然是按照实物以1:1的比例制作出来的，但是你看它的诞生里面真的是啥也没有啊，就是一个3D 打印的塑料件而已，顶多尝尝私房钱罢了。OK， 聊点正经的啊。当这枚炮弹从迫击炮炮口放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向炮管的底部，而在这里啊，等待着一个随时准备扎它屁股的东西。机针啊，跟枪械里面的机针一样啊，它通过撞击炮弹尾部的底火，激发雷管，并且点燃推进火药，然后在有限空间里面迅速膨胀的火药燃气的推动下，迫击炮炮弹就能够从炮管当中射出去了。至于它到底能够射多远，取决于你要使用多少的推进火药了。我们常常会在迫击炮炮弹的尾翼和炮身之间呢，看到类似于这样的甜甜圈一样的东西。
它们不是别的，正是能够让炮弹飞得更远的增效装药。挂的越多呢，产生的膨胀燃气就越多，当然就能够将炮弹推得更快，飞得更远了。当所有的增效装药都挂上时呢，迫击炮炮弹就来到了它的最大射程3.5公里。对于一枚直径60毫米的迫击炮炮弹而言呢，杀伤半径通常在15米左右。但这又要取决于它是怎么炸的了。通过旋转 M734 引信上面的转环，这枚迫击炮炮弹可以有4种炸法。PRX 它代表着激情爆炸，它会在炮弹距离目标1到4米左右时引爆。NSB 代表近地表爆炸，它会在距离地表小于1米时引爆。IMP 代表撞击爆炸，它会在炸弹跟目标发生撞击的一瞬间引爆。DLY 呢代表延时引爆，它会在撞击发生后的0.5秒作用引爆炸弹。具体采用哪种模式，可以根据你所攻击的目标来决定。但是为了提供更高的可靠性该引信呢会在上一个设置没有成功引爆炸弹时，自动切换到下一个引爆设置。比如你原本设置的是 PRX 接近爆炸，但炮弹并没有在1到4米高时爆炸，此时引信就会自动启动 NSB 模式，在炸弹距离地面小于1米时引爆。要是还没有成功呢，那就开启撞击引爆模式。总之要将哑弹的概率降到最低。我一开始说了的这个引信呢，并没有像马特达蒙使用的这一枚迫击炮炮弹一样的拉栓保险，这就意味着它开箱即用。但你会不会很担心呢？连个保险都没有，它很容易自爆不会它的保险很巧妙，藏在这个风帽里面。在风帽的通风口的正下方呢，有一个空气涡轮，它只会在炮弹快速飞行时被气流吹着转动，而在转动的同时呢，它就会利用机械和电磁2种作用来解除炸弹的保险，所以不仅相当安全，而且安全的有点让马特达蒙措手不及他再也没有办法用猛敲一下这枚迫击炮炮弹的方式来解除他的保险了。朱雀2号再次成功发射，这次是遥3，这次我又在现场。在确认了导流槽哑座一般人不给做之后，我只有乖乖的回到了指控大楼里面。这次的发射还是那么的帅，甚至按很多朋友的说法是帅的掉渣，注意是字面上的掉渣随着火箭腾空而起，大块大块的白色碎片从舰身上飘了下来，仿佛是撒下的传单。但它们怎么可能是传单呢？它们明明就是泡沫，用来为舰体保温的泡沫。之所以要为火箭保温，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保护火箭里面的各种娇贵的电子元器件，它们对温度较为敏感，一般要控制在10几度到20几度之间，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导致某些部件出现问题。而朱雀2号遥3这次的发射场呢，是位于戈壁的酒泉，即使是在白天晒着太阳的时候，温度也在冰点附近，更别提夜里面了。我们去看火箭的时候都要裹上厚厚的棉衣，那你说火箭它要不要裹呢？当然是要裹的了，尤其是考虑到整流罩里面还有着价值不菲的卫星时。顺带说一句这次的朱雀2号遥3火箭是1箭3星，里面装着的是2颗天仪的卫星和1颗红擎的卫星。我专门问了一下，这3颗卫星其实还远远没有撑满朱雀2号的有效载荷，本质上这次的任务还是测试，发卫星只是顺个便而已。可见朱雀2号在蓝箭自己的眼里面那是已经相当稳了。当然在这次发射之后，明年的朱雀2号就成为了正式的商业火箭了，可以批量化的接单了。好，那我们再回到泡沫上面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是给火箭柱箱里面的低温燃料保温，或者说是保冷。朱雀2号是一枚液氧甲烷火箭，其中作为氧化剂的液氧必须要保持在零下183摄氏度才能够保证其稳定性，而液态甲烷的温度也需要维持在零下162摄氏度以下才行。虽然这些燃料只会在发射准备的最后阶段才会加注，并且在加注完之后往往还会采用液氮等冷却剂循环起来保持低温，但是裹棉袄依然是一个经济又实用的方式，当然是要用上的。那你可能会问这些棉袄一发射就会脱落，是裹得不紧还是质量不行呢？其实都不是，它是故意为之的。火箭没飞之前，它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但是火箭一飞，它就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了。缺点就是占了重量，而且两者一比，好像缺点还要更大一些。那干脆就把它设计的当火箭一震动就能够轻松震掉的状态，于是缺点就不用带上天了，算是在我们自己的火箭发射时一种独特的视觉享受吧。
当然，肯定有人就会说了，你看人家猎鹰9号发射的时候就干干净净，难道他的火箭不保温吗？还是说人家的泡沫更结实呢？这个问题嘛，答案是人家用的材料确实跟咱不一样。猎鹰9号上面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之为 Pyron 的极其耐热的材料作为其表面涂层。之所以用它而不是传统的泡沫，理由很简单啊，因为它要重复使用嘛。你想用泡沫的确是便宜，但是每次回来每次都要重新给粘上去，不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吗？因地制宜就是这个道理了。好在让我们大胆的猜一下，朱雀3号应该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掉渣子了，因为它也是一枚可重复使用的，并且还是不锈钢的火箭。终于啊，好消息等来了，在朱雀2号遥3发射之后，这枚下一代的火箭官宣了。咱们来看看它的技术细节。直径4.5米，朋友们，4.5米啊！总高76.6米，一级上面挂着9台发动机，二级上面挂着1台发动机，起飞重量660吨，起飞推力900吨，近地轨道的有效载荷在一次性任务时呢是21.3吨，在一级回收时是18.3吨，全件皆用不锈钢打造，届时既可以陆上回收，也可以海上回收，预计只需要等到2025年，惊不惊喜啊？所以咱们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真的是快来了。你看，在朱雀2号的工位旁边呢，已经搭起了一个小型的测试台，在这里即将进行的就是一个垂直起降测试，火箭从这里起飞，降到对面的那个平台上。好了，还用说什么呢？期待蓝箭还有其他中国民营航天公司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吧。这张照片比较经典啊，前景是一架 RH-66科曼奇，后景则是一架 AH-64长弓阿帕奇，两架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直升机啊，很难得同了一次框。这一同框呢，就让我发现它俩身上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尾桨。阿帕奇的尾桨呢是支在垂尾外面的，叶片不多，只有4片。而科曼奇的尾桨则是嵌在垂尾里面的，直径更小，叶片数好像也更多。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呢？哪个会更好呢？好啊，科曼奇这样的尾桨呢，叫做封闭式尾桨，最早是在1960年代由法国航空航天公司发明的。它的优点主要有3个：更低的噪音、更高的安全以及更高的效率。为什么？因为首先将尾桨包裹在内的外罩呢，起到了一个涵道的作用，这将有利于减少螺旋桨与周围空气的直接接触，显著减少了夜间涡流的产生，因此让噪音和能量的损失都变得更小了。其次啊，封闭式尾桨使用了更多数量的叶片，而且你注意看啊，它们之间的分布呢并不均匀。在这张照片上呢，12点钟和6点钟位置的叶片同左边4片和右边4片叶片的间隔明显是不同的。这种4-1-4-1分布的模式呢，会产生不同的声音频率，而这些声音频率往往会相互抵消，从而降低噪音。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它是 UH-1的尾桨示意。注意看旋转的尾桨盘被垂尾挡住了多少的面积啊？而这挡住的可是效率啊！而封闭式的尾桨呢，在螺旋桨的后面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的结构了，所以就能够提供更大的推力，效率得到了提升。最后，安全的好处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把尾桨包起来，是既保护了尾桨，也保护了可能被尾桨划伤的人嘛。而且啊，比较反直觉的是啊，统计数据表明，如果直升机要伤你，这施害者通常不是主翼，而是尾翼。好，看上去封闭式尾桨似乎更好嘛，所以想要隐身的先进直升机科曼奇才会用它嘛。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这么个好东西没有出现在所有直升机的尾桨上呢？好，就像航空中的每一件小事一样，它可以归结于3个原因：成本、重量和复杂性。封闭式尾桨成本更高，而且更复杂，设计桨叶、导管、稳定器等所需的工作量呢相当大，而大多数直升机的设计更愿意将预算用于其他方面。封闭式尾桨的维护成本也比传统尾桨要高啊，这再次增加了它的总成本，并增加了维护所需的停飞时间。另外，它重量更重，尾部多出来的所有材料都增加了重量嘛。这对于中小型直升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对重心更为敏感啊。而另一方面，封闭式尾桨在较大直升机上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也并不明显，所以大号直升机根本就不惜得瞟它一眼。最后还得要考虑离地间隙的问题啦。封闭式尾桨通常被放置在与尾梁成一条直线的位置，所以直升机的离地间隙就限制了它的尺寸了。任何更大直径的旋翼都会离地面太近，并且有尾部撞击的危险了。而反过来啊，传统的尾桨则可以放置在尾部的高处，方便带有更大尾桨的大型直升机使用。基于这些原因，
封闭式围桨仅在急救直升机、私人直升机和观光直升机当中受到欢迎，因为它们安静且安全的围桨呢，非常适合这些经常有地面人员出没以及医院和旅游景点等需要低噪音的区域啦。来看一个实验，国外一个博主用钛合金打印了3个壁厚各不相同的微型潜艇，然后分别把它们放到一个能够制造出海底3000米，也就是300个大气压的枪室当中测试，看看它们会不会内爆。结果呢，不出意外啊，壁厚最薄的那个在加压到大约150巴时就绷不住了，瞬间内爆。整个过程哪怕慢放起来，也就持续了1帧。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微型潜艇里面有微型人类的话，那得是有多惨烈啊！而刚刚遇难的泰坦号里面曾经就装着的是5个鲜活的人类了，并且击碎他们的压力是前者的2倍多。
如果把埃菲尔铁塔拆下来熔了，炼出一个铁球，请问这个铁球有从1912年4月15日起，泰坦尼克号已经在北大西洋海底3800米处呢沉睡了1个多世纪。如今其残骸还在，但是它还能存在多久呢？几十年、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好，咱们今天就来科学的探讨一下啊。首先，影响泰坦尼克号残骸消失的主要因素大概有以下几个：第一，海水腐蚀。海水当中含有大量的盐分、氧气和其他的化学物质，会对金属、木材和纺织品等材料产生腐蚀作用，使其逐渐失去强度和完整性。海水呢还会引起金属的电化学反应，导致金属表面形成锈蚀层或者是氧化物层，增加金属的磨损和剥落。第二，微生物侵蚀。海底存在着一种以铁为食的细菌，称之为哈尔蒙菌。这种细菌呢会在泰坦尼克号的钢铁表面形成生物膜，利用钢铁中的铁元素作为能量的来源，同时释放出一种酸性物质，加速钢铁的腐蚀过程。哈尔蒙菌还会产生一种粘性物质，将钢铁表面的碎片粘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锈的结构，称之为锈柱。锈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或者是断裂，导致钢铁表面的大量流失啊。相对来说啊，由铜制造而成的螺旋桨呢就会好得多了。海洋细菌更难吃它们，因此可能是泰坦尼克号上面保存最久的部分之一了。第三是洋流的冲刷。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域呢，受到了北大西洋环流的影响，海水会以每小时1.6公里左右的速度在残骸周围流动。这种洋流呢，会对残骸产生冲刷的作用，使其受到机械磨损和震动的影响。洋流还会携带大量的沉积物，如沙粒、泥土和有机物等等，在残骸上形成一层厚厚的覆盖物。这些沉积物呢，会改变残骸的重量和稳定性，增加其下沉和倾斜的风险。最后一个呢是人为干扰啦。
泰坦尼克号的残骸于1985年被发现。自打那个时候起呢，由于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就吸引了许多探险者、科学家和游客前往参观和研究。这些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都会对残骸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破坏嘛，比如像触碰、撞击、拖拽、取走或遗留物品等等。此外，一些非法的打捞行为也会对残骸造成损失，如盗取或者是破坏残骸上面的贵重物品、艺术品和文物等等。所以，根据以上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泰坦尼克号残骸消失的过程了。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2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呢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到被发现前的时间段。残骸主要是受到海水的腐蚀和微生物的侵蚀的影响，以及沉积物的覆盖。这一阶段残骸的变化相对较为缓慢，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破损和腐蚀的迹象。比如像桅杆、瞭望台、船舱等等部分的断裂和脱落，以及钢铁表面的锈蚀和锈柱的形成。好，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2020年，这一阶段呢是泰坦尼克号被发现之后到近期的时间段。残骸除了继续受到海水的腐蚀、微生物的侵蚀和沉积物的覆盖的影响以外呢，还受到了洋流冲刷和人为干扰的影响。这一阶段残骸的变化开始加快了，出现了更多的破损和腐蚀的现象。比如像船首栏杆、船舱的窗户、甲板、地板等部分的倒塌和消失，以及钢铁表面的大量流失和锈柱的增长和断裂。第三阶段就是2020年到2030年之间了。这一阶段是泰坦尼克号近期到预计消失前的时间段。残骸将继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变化将更加的加剧，直至完全消失。这一阶段残骸将出现更加严重的破损和腐蚀现象，比如像船体结构的崩溃和分裂，以及钢铁表面的完全消融和锈柱的完全垮塌。最终那些巨大的螺旋桨将成为这艘传奇远洋客轮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了。但是在3-4千年以后呢，它们也会消失的。于是，在遥远的未来，泰坦尼克号留下的唯一痕迹，可能就是海底的铁矿床了。飞机上面的螺旋桨既可以在前面，也可以在后面。那船上的螺旋桨怎么就只能在后面了呢？抱歉这艘集装箱货轮没有螺旋桨，比例实在是太小了，就在3D 模型里面把它给省略了。那就看这个吧。Q 版的泰坦尼克。总之你会发现船上的螺旋桨呢都是在后面的。为什么？要是我非要把螺旋桨装在船头上，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首先船在水里面跑，两样东西很重要：螺旋桨和船舵。螺旋桨提供推力，船舵则提供转向等操纵性。它俩呢必须要密切配合，才能够使船正常运行。而配合的方式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船舵一定要在螺旋桨的后面，因为只有这样船舵才有效率可言。船舵通过偏转流经它的水流来提供转向力，于是它的效率呢就完全取决于水流的大小了。当螺旋桨在船舵的前方时呢，即使一开始船只在水中移动的速度很慢，也能够为船舵带来比周围流速大得多的水流，从而提供足够的效率。而当船速起来之后，船舵的效率只会越来越高，因为不管怎么样得益于其正前方的螺旋桨，它所获得的水流速度呢，总是比船体周围自然流动的水流来得要更大。好，我明白了，螺旋桨必须要在船舵的前面，但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把这哥俩的组合放在船尾吗？把它俩一起像这样放在船头，怎么就不行了呢？确实是不行因为在船尾被船舵偏转的水流是不会受到阻挡的，它出了多少力就能够用上多少力。但是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船头呢，被船舵偏转的水流会马上撞上后面的船身，不仅降低了转向的效率，还因为撞出了涡流，使船只向前运动的效率也下降了。双输的结果谁愿意看到嘛？所以既然船尾才是放置船舵的最佳位置，那自然螺旋桨就跟着一起到后面去了。这个结果呢，螺旋桨自身也是毫无怨言的，因为从它的角度出发也是放在船尾会更好嘛。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放船尾效率更高。本质上螺旋桨的工作原理就是向后方推动水流，利用其产生的反重力来将船只往前推。也就是说往后流动的水流速度越快，越不受干扰，它推动船只的效率就会越高。船尾后面自然没什么干扰，但船首呢？螺旋桨往后推动的水流会直接碰上船身，被迫向两边分开，损失了大量的能量，就相当的不划算嘛。
烧同样多的油却达不到同样的效率。第二啊，螺旋桨在船尾，它是在推船，但要是螺旋桨在船首呢，它就变成是在拉船了。船的吨位可不比飞机啊，你说它拉着拉着会不会把自己从船上给拉出来呢？对船轴还有相关的结构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还是推比较好啊，因为推着再怎么难也是往里面走嘛，不怕掉出来。第三啊，我们之前聊过船轴的密封，把螺旋桨放船尾对密封呢也是有利的。你看啊，如果螺旋桨在船首，则需要密封的部分呢就是直接冲着水流的；而当螺旋桨位于船尾，则需要密封的部分至少还有船身的遮挡。谁难谁轻松，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吧？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只会在船尾看到螺旋桨的原因了。你学会了吗？